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木。在京都府北部有一個地方叫做武賀市。如果只看地圖，這裡或許只是日本海沿岸一座普通的地方城市，但真正走進來之後，會發現武賀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。同樣是一座城市，卻擁有2個市中心、2個主要車站，分成了東武賀跟西武賀，中間由 JR 武賀線連接。雖然兩地早在1943年就已經合併為同一個武賀市，但直到現在，人們依然習慣把這裡分成2部分。今天就從西武賀開始，看看由2座城市拼接而成的地方，究竟保留着怎樣的歷史與日常。在西武賀車站前租了一輛自行車，準備去繞一下西武賀，看一下這個地方。然後租車的地方會給一張地圖，就是西武賀周邊，然後他會給你圈一些比較值得看的景點。先去一下田邊城跡，大概騎車可能就2-3分鐘吧，在這個地方。这個城市空蕩蕩的，感覺路上沒有什麼行人，很符合日本鄉下城市的一個特點，就是人少。哦，這邊旁邊是警察署哎。這個地方就是田邊城遺址了，現在是一個公園，進去看一下。這裡有一個公園案內圖，還挺大的。這個公園現在是在右側的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。然後它裡面有很大的一個水池，還有一個廣場，好幾個廣場有，還蠻大的。進去繞一圈看一下。上去看一下，裡面好像是可以進去的。這裡也有一張示意圖，然後上面是這個城市裡面的各個地方的一些景點吧，也有一些寺廟、神社之類的地方，內容還是挺豐富的。等一下去看一下。這個地方完全沒有遊客呀，只有我一個人。它現在是有一個展覽吧，好像。田邊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，最早由戰國時代的名將細川藤孝，也就是後來的細川悠哉修建。由於城郭的輪廓據說像一隻展翅飛翔的仙鶴，因此後來逐漸有了武賀城的稱呼。而今天武賀這個地名也正是由此而來。江戶時代，這裡作為田邊藩的城下町持續發展，
商人、武士和普通百姓圍繞着城郭生活，逐漸形成了如今西武賀的城市基礎。雖然原本的天守閣已經消失，但護城河、石牆以及城下町的街道格局依然保留至今。这个地方真的沒有人來，就我一個人。好了，換個地方去看一下吧。現在在田邊城際，然後接下來準備去海邊這邊逛一下。這邊有個地方叫做吉原入江，還是挺值得一看的，去看一下。西武賀這邊感覺整個城市是圍繞着田邊城來修建的，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城下町，而且房子都是比較有古色古香的感覺。現在已經快到這個入海口了，這邊已經好像漸漸的可以看到一些橋了吧？再往前騎一下，應該就是了。這個神社叫做岩浪道和大神，進去看一下。不過感覺好像很少有人來，不知道可不可以上去，因為感覺這個台階上也都是雜草。哦，上面是沒有人來的，可能已經荒廢了吧。這裡又出現一個神社，叫做水無月神社。水無月神社位於吉原入江附近，創建於1743年。據說當時這裡疫病流行，當地居民為了祈求平安而建立了這座神社。數百年來，它一直守護着這片臨海而建的漁村，與神社一起保留下來的運河、漁船和街巷，讓人感受到這裡昔日的生活氣息。這個地方就是
吉源入江了，一条很小的河流匯入大海，然後兩邊的房子還有漁船，這個景色真的很漂亮呀。在地圖上，這裡顯示的是東方威尼斯。这个地方确實挺漂亮的，而且很安靜，有一種江南水鄉的味道。但是江南水鄉沒有那麼多漁船。這邊應該是它的一個商店街了，但是基本上店鋪都是關掉的，也沒有什麼人。這裡還有一家店是開着的。這裡這個門真的感覺很奇怪，風格和這裡很不搭。這裡有一家冰激凌店是開着的，進去補充點糖分，休息一下。從咖啡店出來，騎行到了商店街裡面，許多店鋪已經拉下了捲簾門，有些招牌還保留着昭和時代的樣子，卻已經看不到了營業的痕跡。這樣的風景在如今的日本地方城市並不少見，但當它真實的出現在眼前時，還是會讓人感受到人口流失和商業重心轉移所留下的痕跡。現在騎車來到了五鶴港這邊的一個海鮮市場，來看一下，順便吃一下午飯。這個地方特別的大，就在那個五鶴港口的附近。這邊是一個大型的漁港，然後旁邊也是公路休息站，所以這邊汽車和摩托車還有巴士都非常的多，人也挺多的，感覺整個五鶴市的人都跑到這邊來了。前面在市區逛的時候，感覺路上都沒有什麼人。這邊就是吃一些海鮮飯之類的地方吧。哦，撲面而來的一股魚腥味，海鮮的味道。裡面還有賣一些伴手禮啊之類的一些東西。這個市場裡面還是挺大的。
這邊是直接購買了之後，坐在這个公共休息区可以直接吃飯了。点了一份金枪魚跟海膽的海鮮飯，但是看這個顏色，感覺差點意思啊，在這個漁港這邊。從西武賀車站坐了大概10分鐘左右的車，已經到了終點站的東武賀站。這個東武賀的站前比西武賀更加繁華一點，旁邊有一家賣電器的商場，很大，然後車站面前更加氣派，而且高樓好像也更多一點。現在打算去租一個自行車，逛一下東武賀。東武賀也是一個港口城市，所以先騎自行車去港口那邊逛一圈。剛剛租自行車的地方，店家說這條路是以前早些時候海軍的這個鐵路，所以這個地上還是好像留了一個鐵軌的樣式的一個鋪的瓷磚吧。只要這條路一直往前騎行，就可以到達港口那邊。哇，這裡有個隧道，這個太有電影的場景了，好像那個《千與千尋》的隧道一樣。這個隧道叫做北溪隧道，然後已經被選為了日本遺產。現在騎進去看一下。哦，出來了，裡面很安靜。回過頭來看一眼，上面是一個竹林，好像。這邊還挺漂亮的。然後現在要穿馬路，穿馬路只能走這個地下通道。自行車和行人都是可以從這裡走的。這個地下通道也是紅磚瓦的一個建築。
這個紅磚建築跟橫濱的紅倉庫樣子很像哎，應該也是倉庫類型吧，幾乎一模一樣，有一種空間錯位的感覺，好像自己在橫濱。位於東武鶴的紅磚倉庫群建於明治至大正時期，曾作為日本海沿岸重要軍港的物資儲備設施。100年以上的紅磚建築至今依然保存完好，如今被改造成博物館、展覽館和休閒空間，在這裡能感受到近代工業遺產的歷史。這一棟裡面它是做成了賣伴手禮的地方。這裡的這個氛圍感跟西武鶴是不太一樣的。這裡幾乎沒有什麼漁船，然後對面停着的那一艘應該是海上自衛隊的一艘船吧。因為東武鶴原本是一個明治時代的一個軍用港口。買了個船票，然後去坐這個遊覽船遊覽一下東武鶴的這個港口。眼前東武鶴附近的武鶴灣，灣口狹窄，灣內水深且風浪平穩，四周群山環抱，自古就是理想的避風港。明治時期，日本為了建立當時的海軍，在橫須賀、吳、佐世保和武賀設立了4大鎮守府，而武賀則成為當時日本海一側唯一的重鎮。也正因如此，東武鶴逐漸發展成軍港與造船基地，留下了今天的紅磚倉庫和海軍遺跡。現在坐在遊覽船也能近距離看到海上自衛隊的船舶停靠在這裡，而與之相對的西武鶴則延續着商港、漁港和城下町的傳統。兩地雖然共同擁有武鶴灣，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。港口這邊看得差不多了，接下來準備騎車去到東武鶴的市區裡面逛一逛，看一下城市。這邊的遊客其實比西武鶴要多很多很多，西武鶴那邊幾乎是沒有什麼遊客，然後這邊的話，港口這邊因為可以環繞這個港遊覽。現在已經進入了一个住宅區的樣子。但是這裡的房子其實跟西武鶴還是有一點不太一樣的。西武鶴真的是屬於非常老式的木造結構的一些房子，但是東武鶴這邊的房子其實還挺新的。穿過來看一下這個公園，就是港口的一部分，這邊應該是入海口。這邊是到了東武鶴的商店街。天哪，這個商店街也基本上都是關掉的狀態。這個應該是東武鶴最主要的商店街了。充滿了一種工業風，但是時代已經結束的工業風。
這邊的街道也是商店街的一部分，應該是從車站那條路延伸出来的地方，因為它上面都有这個遮陽棚、遮雨棚吧。這條街上的店鋪看上去要稍微新穎一點，可能現在大家都會在這條街上吧，看起來。兩邊都有店鋪。不過整體來說，東武賀這邊的商店街比西武賀那邊規模要大非常多，而且店鋪相對來說開的這個數量也比西武賀那邊更多一點。花了1天時間，用一台自行車遊覽了在五鶴灣附近的五鶴市。在很多城市，港口只是城市的一部分，而在五鶴，港口塑造了一座城市的2種風格。西武賀的漁船和城下町，東武賀的軍港和重工業，看似截然不同，卻都因這片海灣而誕生發展。2座車站，2種風景，2段不同的城市記憶，共同構成了今天的五鶴。或許這正是這座港灣城市最獨特的魅力。感謝各位的觀看，我們下個影片再見。